已知痛苦密教学校每天早上和中午各有一次15分钟的上厕所时间，又因为厕所已经被诅咒，进去拉不出来，所以教徒们都纷纷选择在野外解决。算下来，一天狩猎的机会有2次。你们3人的狩猎模式都相当诡异，那种满眼通红、面色蜡黄，一看就到了忍耐极限的，就是优先狩猎目标。首先是冷风，这正是贵族之魂的闪耀时刻。作为痛苦恶犬一直野外排便的他，早对野外的地形结构耳熟能详，何处最能聚集猎物，何处有刺激性的气味，何处有猎物气息，他一闻便知。在别人憋得面色泛黄，快和宿便合二为一，终于找到隐蔽草丛蹲下如厕的时候，轻轻送上一记千年杀。对此，充满骑士道精神的满谷也爽了。他将课堂上学习到的知识完美运用到了同学们身上，先是一法让乔云同时捂住嘴巴，不让其发声，尽量不使魔法，避免留下痕迹。最后统一扛到萧凡老大那里进行处理。作为伟大的圣光骑士，狩猎邪恶的密教徒，制止他们肮脏而堕落的行为，这很合理。果然，真男人就该堂堂正正的血战绩。不过最爽的还是你，寻觅一个山洞，提前打好祭坛，每天都会有人扛着祭品上门，然后将他们通通献给母神，连痕迹都不会留下。这一套流程纵享丝滑，几天就已经形成良性循环。厕所的一法，密教徒们被憋得生不如死，去野外解决就被献祭，不去野外就憋得难受嘛飞。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校园的文明啊！抓住文明校园着力点，深化底层性的逻辑，通过落实一县级一校运一立法等政策，以此地禁止随地大便为法律依据，实施工业化的文明模式，建设最有素质的文明校园。短短1周就已经有15名密教徒在后山失踪，校园内人心惶惶。很快，那个被遗忘的传说再次被人提起——厕所坑内的蛇。随着院区部的扩大，这一不满足于肆虐于稀少的公共厕所，将视线扩到了山林中。凡有违背禁忌但敢擅自拉野屎的教徒，便会被痛苦之蛇吞噬。教徒们彻底绷不住了，不去野外会憋死，在校内解决违背校规直接死，去野外又会被吞噬。每个人的表情都痛苦的可怕，真的好难受，好难受，马飞憋不住，真的憋不住。而在最危险、最黑暗的时刻，终于有英雄站了出来。在这最危难的时刻，我们应该团结起来。这个男人成立了野史互助大队，还派专人在后山巡逻抓捕幕后黑手。与此同时，呼吁大家要互相报备各自位置，分享情报，让密教徒们纷纷鼓掌。虽然提出计划的英雄百倍推辞，但还在众望所归中担任了总指挥。你面容神圣，凭借我们之间的羁绊和情谊，定能度过这段黑暗的时光。务必将揪出这背后的阴险小人。3天后，在你带领满谷冷风勤劳的巡逻下，教徒们的失踪人数明显下降，密教徒们悬着的心慢慢落下，众人更加相信你就是那痛苦神血，是指引痛苦教徒道路的引路人。几乎没有密教徒失踪，反对派们纷纷跳了出来。萧凡凭什么带领我们？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你带领满谷和冷风主动申请了辞职，甚至顺势取消了集体管控计划。没想到局势瞬间急转直下，仅仅2天又有5名教徒失踪，他们又纷纷念起你的好来。反对派们都跪在门前请你出山。萧凡主任，除了你，我们谁都不服。满谷将军，我们挚爱您呐！冷风冕下，请再带我们尿一次吧。那位成立野史大队的英雄百般推脱，但实在抵不过教徒们的呼声。也就在这时，痛苦心腹萧凡大人发表了著名的释放自由宣言。14天里，我们牺牲了15个兄弟，在最近的2天更是达到了5人，超过前面1周之和，这是个触目惊心的数字。很显然，这场与敌人之间战斗，我们失败了。一时间，整个操作的密教徒们都沉默了。这2周，他们所承受的苦难，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憋在肚子里，真的好难受，好难受，马飞！你的声音中带着深切的悲伤，眸中甚至隐有泪光。令人遗憾的是，我们不知道敌人是谁，也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。他可能是一个诅咒，可能是正教的卧底。他卑鄙而狡诈。说到这儿，视线从每个密教徒间划过。尽管如此，我们绝不投降，绝不屈服，我们将释放到底。我们要以高涨的变异和喷涌的力量去释放，我们要在山林里去释放，我们要在赛甸镇上去释放，我们要在田野和街道上释放，我们要在水里去释放，我们绝不投降。密教徒们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呀！这是何等鼓人心的演讲！他们高举手臂，任由那元始冲动信任大脑，必要的时候打持久战，就是使劲憋；必要的时候孤军奋战，就是一个人憋。我有一个梦想，便是我们所有人，1阶教徒也好，2阶教徒也罢，痛苦牧师的所有子女都能在内陆阳光的照射下，情同手足的一起释放。你耳边又传来星光体绷不住的声音，你他喵又引起了痛苦女士的注意。看到你头顶上出现的虚形，密教徒们疯狂鼓掌。为了自由，绝不投降，我们将释放到底！掌声最开始是零零散散，最后越来越多，逐渐汇聚成雷鸣。为了自由，绝不投降，我们将释放到底！
反神血，交反神血。1周后，军团长办公室内，大门打开，你接到报告。这段时间，60名教徒只剩20多人，200名一阶也去除小半。聂荣身为痛苦学校的教官，如今的任务只剩下那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刺杀4阶密教军团长。哦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躬身，军团长冕下，属下已经确信，我们中出了2个叛徒。他们的名字我已经知道。另一边，圣徒据点教廷圣徒们人都傻了，先是每天1、2个，然后变成3、4个，最后甚至一天能有上10条。面对不断涌现的机甲刷屏，他们表情是这样的。我知道弹幕想说什么，那么就一起走一个吧。那边境3处到底在密教据点里干了什么？搞大清洗吗？圣徒内部人心惶惶，董子明脸都绿了。再这样突下去，人都被他们屠光了。消防的分数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0分，满谷20分，冷分19分。等决赛任务完成时的分数，恐怕他都要满分了。但是没有关系，他还能挣扎。消防不过是清理了一些杂兵罢了，不足为虑。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。经过1个月的努力，我已经成功和学校内部的高层搭上线了。那是一名很有威望、很有权威的军官，他决定弃暗投明，愿与圣教合作。我们并不知道那位大官人的姓名，但他所提供的情报都是准确的。我们只知道那位大人的称号——痛苦心腹。明天我和花云渊将与那位大人会晤，神秘的信徒们，决战之日就要到来，我们必将胜利。圣徒们感觉自己有型了，不愧是有着伟大人格魅力的董子明大人，竟能人家邪恶的痛苦军官给感化。边境3处做得到吗？次日夜晚，经过重重排查，董子明、花云渊进入一处木屋，终于在星光的笼罩下看到了那个男人背着手的身影。花云渊咳嗽一声，尊敬的冕下，您可以称呼我为花云渊，这位是治水骑士董子明，我们很荣幸与您合作。您点点头，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是光辉女神最忠实的信徒。董子明听他翻了个白眼，你是个屁！愿女神照亮您的道路，教廷能收获您这样的虔诚信徒，实在是教廷之幸。若你能再为圣教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，那自然是最好不过。你呵呵一笑，女神想要什么？若您能在明日晚上11点半解除据点的防卫系统，那便是为女神最好的奉献了。掏出一个护符，这是秩序教廷与炼金教廷联合打造的高阶木道具，名为法律的宽恕，能够短暂消除仇恨，持续5分钟。你点点头，不愧是学法律的，这进步意志就是强。看来女神很有诚意啊！我听说你们那有个叫萧凡的家伙，你们觉得他怎么样？花云渊脸色一黑，萧凡此人卑鄙无耻，不过是来自边境的粗俗之人罢了。作为秩序骑士而言，最厌恶的便是混乱分子。萧凡显然是天生的混乱之徒。你呵呵一笑，那如果我让你们将他抓来交给我，想必也很愿意咯。董子明点头，自然如此。毕竟为了全体圣徒的成绩，更是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一个边境人，完全是符合公理秩序的。你点头，那可太好了。现在签订契约吧。你们各自掏出一张神明赐福的契约书，这是你们获得的圣遗物之一。双方各自留下灵魂痕迹，无法违背契约内容。你的条件很简单：1. 若得知萧凡的消息，必须在第一时间抓住并杀死他；2. 永远也不能伤害或者背叛盟友。